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马上为各位介绍接下来的节目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汪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现在呢，美国要延长对中国的301条款关税部分豁免了，因为美方呢将延长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以及创新方面的行为、政策做法的301调查当中的豁免期限。那在这个时候呢，包括了这个钢铝输美关税现在倍增到了50%，川普宣布6月4号生效。那现在呢，欧盟也要准备反击计划了，川普呢现在加倍关铝这个关税站不住脚。欧盟的发言人表示了强烈遗憾，这项决策破坏了双方正在进行的谈判努力，而且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企业的营运成本。那钢铝进口占比呢，第1名是加拿大，第2名是墨西哥，第3名是巴西，第4名才是中国。那其中呢，德国、日本其实通通都上榜，所以呢，这个关税下去之后呢，等于很多的大国都会受到影响。那现在呢，美中的战场延伸是变成稀土对决晶片了，因为现在有媒体报道说，稀土对上晶片，中美关税战延伸至非关税壁垒。因为在非关税的战场上呢，几乎疯狂的川普已经完全不顾杀敌1000自损800的后果。那中方呢，并未进一步呢开放稀土管控，是因为美国不仅没有放宽对中国对中的高端晶片的禁运，而且还要加严严控，使得中国呢不仅在这个稀土上反制川普的一些关税，还用稀土呢撬开了美国芯片的禁运高墙。那对于这样稀土情况呢，大家也可以看到，稀土出口未松绑，现在川普希望能够跟习近平直接对话。那川普说，中国完全违反美国达成的协议，将寻求跟习近平对话来共同讨论话题。那中国呢限制的稀土出口现在受到哪些影响呢？包括美国的汽车业制造业受到重挫，数周内恐怕会面临停产。包括像是通用汽车、Toyota、福斯汽车以及现代汽车等业者已经致函到美国政府了，希望呢稀土磁铁广泛运用在汽车的变速器感应器的这些元件如果没法稳定供应的话呢，将会直接冲击生产链。那届时呢，美国的汽车产业呢，恐怕因为零件的短缺而瘫痪。那现在呢，稀土磁铁危机印度汽车业呢将赴北京来做谈判。包括印度汽车业下周将派代表团前往中国，解决对稀土磁铁进口的这些担忧。那目标谈成，希望能够加速审批流程，恢复关键进口产品的稳定流通。那美国现在怎么呢？美国现在做对 C919 发动机来做出手。那中国大陆媒体就说你打得越狠，中国越强。怎么说呢？他说，美国现在针对中国飞机的制造业出口限制，虽然在短期之内会推迟中国喷射发动机的国产化进程，但只要任何受挫，都会坚定中国自主自强的决心。甚至有经济学家直接点出说你们越是在出口上打压中国，他们越在创新上投入就越多。那美国卡脖子现在升级了，现在攻断 C919 的引擎。中国公布了关键突破，是不是美国失算了？因为中国研发新一代的冷却涡轮叶片技术已经成功获得专利了。那喷射引擎的核心热端冷却，中国已经掌握到关键技术了。那美国想要靠断供来削弱 C919 的自主进程，但事实上呢，中方在相关的领域方面呢，专利进展的压力下呢，早就已经快速推进了，所以反而适得其反。那再来看到晶片的部分现在美国科技业管制严厉扩及到中国企业的子公司，包括现在川普政府呢推出了新的规划，扩大对中国大陆的科技业限制，其中呢包括受制裁的子公司呢一并进入了这个监管范围。那对这个科技业当然是看得最明显的黄仁勋，他坦言说，华为晶片现在性能已经逼近了辉达的 H200。他说，华为新一代的AI 晶片表现相当强劲效能已经逼近了辉达的 H200等级。那如果美方持续的封锁，恐怕会导致美国在 AI 丧失原本的领导地位。黄仁勋点出了他的忧心，也点出了这个真相出来。那现在华为自己研发的这个3奈米的技术最快
2026年就会量产了。中国晶片呢会突围进入新的阶段。除了5奈米的技术展开之外呢，华为早就已经着手在3奈米的制程开发了。那有消息指出说呢，现在华为正在采取一个双轨并行政策，一方面呢以主流的这个 GAA 架构为核心的技术，另一方面呢又积极投入包括碳晶晶片的这个前沿探索。那美中的晶片战呢，现在打击中国的野心殃及德国企业，因为根据慕尼黑的这个媒体报道，现在美国呢正在禁止向中国出口关键的这个晶片软体，那其后果呢，不仅波及了到了西门子等公司，也危及到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野心。有这样的这样的分析存在。我们先请教彬哥，彬哥你怎么看？现在川普这用钢铝的关税反杀盟友啊？对啊，其实钢铝不仅会影响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虽然是世界钢铁出口最多的地方，我们台湾也有啊。是，那请问一下，怎么我们政府好像在看戏一样，都没有告诉我们面对这个应该怎么办？好像我看这几天媒体的报道，全部都关注在美国对中国大陆的钢铝，那台湾呢？对，我们怎么办呢？对啊，我们也会受到影响啊。对，怎么都没有政府官员或是相关单位告诉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冲击？拜托，这是涉己事务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的政府会不会躲得太远了？什么事情都推得一干二净，装没听见。对啊，都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是，那当然，你川普一直出这些招数，他一定会打到自己的盟友，而且我也不懂他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川普还呛瞎说，他不要让上海的劣质钢铁来取代来建造美国的这些大楼。上海的钢铁劣质吗？而且上海有生产钢铁吗？他到底在讲什么？有时候这个人就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那问题是，他还是这样做，了，其实中国大陆销往美国的钢铁其实不多美国其实是大部分是买其他国家的钢铁，是，所以美国要这样做就这样做吧。对啊，我觉得到时候他自己要去破坏他跟盟友之间的关系。第一名是加拿大，对，所以这根本美国自己要对自己的盟友下手，那我想中国大陆看了应该蛮高兴的。那只是现在美中这个僵局到底要怎么解？川普说中国大陆违反了协议，那你们当初协议头有讲到这个稀土要开放吗？是白纸黑字讲的吗？还是美方单方面的想法？那你说现在要去跟习近平见面通话，我看习近平绝对不会跟他通话，是因为没有人会想跟一个天天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人通话，除非你政策已经敲定了，已经确定要怎么做了，只有到这个时候，习近平才可能去见川普，不然的话，我今天跟你谈了，明天你又变了，那请问一下，到底要跟你谈什么？毫无意义嘛。所以我觉得，川普不只是对中国大陆，他对全世界，他都应该要告诉大家，他真正的决定到底是什么。不要今天这样子，明天那样，后天又这样，每天改来改去，这样子没有人能够跟他做生意，也没有人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川普正在重创美国自己的信誉，可是他自己好像没有察觉这一点，还夸夸其词的去告诉记者说，这是谈判策略。实际上，你现在已经被美国人叫你就是个 taco， 你还好意思讲什么？他有什么好说的？是，对，所以这是美国人自己讲的，不是外国人帮你取绰号，是美国人认为你是 taco， 你永远都会退缩，所以你还有什么好讲的？那当然，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制裁是不会停止的，包括对引擎的制裁，包括这些东西。但 C919老实说根本卡不太到中国大陆，因为他们的 CJ1000A 其实早已经在测试，很快应该就可以商业运转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没在怕你这个，是。何况你越是这样做，反而越是加速让它的国产引擎提早上市。所以我不懂美国这样做到底也就是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一直觉得川普在去攻击别人的时候，好像都没有考虑到你自己的战损到底是什么。然后你攻击对方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你希望对对方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好像他在做这些攻击都没有经过仔细的规划，就是想到什么做什么。那问题是到后来到底是谁伤的比较重，他到底精算过没有？那包括晶片的东西也是一样，晶片也因为美国的大力制裁的结果，你发觉这2-3年中国大陆不管在 DUV 也好，或者在其他的晶片设计制造也好，速度越来越快。是，连黄仁勋都说这个华为的晶片可能快要追上 H200。对，那如果华为的进展如此之快，那中国大陆很快又进入3奈米制程的话，那说真的，美国未来到底能够卡住中国什么脖子？没有优势了。对，恐怕就很难了。所以我觉得美国在打一场烂仗，
他完全不知道这场战的后果是什么，反而好像在催促他的敌手赶快进步，这是看起来非常愚蠢的一个做法。是好，请教林将军怎么看呢？就是我们从川普大概昨天他的发言，他说这个中国没有信守贸易会议的承诺，所以他好人就当到今天为止。是。从这句话里面，其实就彰显出来他对稀土的需求的恐惧其实这件事情讲的就是，他认为说是川普认为说是我既然已经把你关税降低到这个没有再苛征145%，那你就应该要卖我稀土。那事实上就像彬哥刚刚所讲的，那时候两边在会谈的时候，在比利时会谈的时候，并没有谈到稀土要不要停止管制出口。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到中美两国这时候就是说，一个是掐住他的喉咙不让他呼吸，用晶片，美国用晶片管制来掐住中国喉咙，中国就用这个2只手去堵住他的鼻孔用稀土插他鼻孔就对了对，然后让两边，我觉得两边都各自预置对方这个你不松手我也不松手现在看起来这个样。那后续来讲，当然我们可以观察，孰胜孰败了。目前来讲，我觉得从川普这种表现来讲的话，他昨天讲那个言论说好人当到今天为止对。然后另外他又急着要去将格陵兰并吞到自己的这种国土里面，然后前一阵子还这个要跟乌克兰要矿产。从这些种种我们都看出来，其实美国对稀土是真的是需求恐惧。你知道稀土来讲用处有多广吗？在以前那样可能感受不到。比如我讲说我们这手机，我们讲的手机，我们手机这个震动，就是因为里面有0.01毫克的稀土，所以它又有吸力的关系，你电流通过它就会产生震动，就是有稀土。像我们平常生活，我们有些家庭主妇去买吸尘器，我不讲哪一种牌子了它很好用的一种牌子，日常的家电都会用到了。日常家电你不用插电线，你自己手拿了就可以吸尘的那种吸尘器，里面就是有稀土那更不要讲说汽车。那当然更严重的就包括到更重的工业，包括到太阳能、风力发电等这些需要磁力的东西都需要稀土。那当然这个重工业、军工业来讲更不用讲了，包括 F-35。但是美国自己在2015年他认为稀土这个污染很严重，所以他就停止了开采，也停止了提炼。所以中国来讲就不怕脏活嘛，他就继续干嘛。那不但继续干，他还研发了很多种专利。所以就算是美国现在从别的国家获得稀土，但你绕不过这种提炼的专利，你绕不过去，最后还是要跟中国要。所以我们看到印度这些国家现在很急当然。那美国来讲，这个卡住中国喉咙的就是晶片，但是我们看一下，最近来讲，我们几则新闻看得出来，比如说华为来讲的话，它前一阵子它推出它最新的手机叫 Mate 60它要量产，而且它是说是5奈米的晶片。我们先不论说现在来讲晶片是不是华为可以做出3奈米。但是他如果说这个 Meta 其实可以量产，而且是5奈米的，代表说他已经有能力可以量产5奈米的晶片。当然你可以说是设计，那到底谁制造？是不是中芯国际制造啊？大家会怀疑说中芯国有艾斯摩尔的这种光刻机的技术吗？它可不可以做出3奈米或者5奈米的晶片？我觉得这东西慢慢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也会真相大白，因为。目前很多的讯息表示，譬如说，中国在深圳的新凯来公司它研发了很多种什么山，从阿里山，我们台湾的阿里山的名称到513，那各种一系列的这种产品来讲，推出都是在为了做这个光刻极紫外光的光刻机来做这方面的努力，做这方面的突破。当然，晶片的设计，我们看到小米玄界动幺那款 O1。也做出号称3奈米的设计，所以我觉得你从设计到这个艾斯摩尔的这种极紫外光机，它有可能做出来。那到这个晶片的生产，这个是不是中国也有这方面相关慢慢的技术？那你逼着他就要发展这些技术出来嘛？那我觉得如果说是当有一天美国发现说是他在科技业没办法再卡住中国脖子，但中国却牢牢的堵死他的鼻孔之后。我觉得这就是川普你必须要认败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川普可能已经下台了，但是美国会不会因此这个在这个国际贸易科技方面来讲，就远远落后于中国？我觉得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好，请教严教授怎么看？说现在这个301关税政策，现在要延长对中国这个措施，你怎么看呢？我觉得就是美国过去我们看到它在面临到来自于我们讲说新兴工业国家，包括我们过去亚洲4小龙，
的挑战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学生有一天来台湾跟我联络，我说你来台湾干嘛？他在美国商务部工作，来调查我们台湾钢铝的倾销。说我们这个低价等于是倾销美国，那结果后来他也去调查韩国、日本跟大陆，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后来他自己也承认跟我讲说，慢慢你就会发现美国的钢铁工厂太旧了。所以韩国这些日本都是比较新的，所以你基本上你那个生产的那个量啊、品质什么等等，就会提升嘛。虽然美国过去有这个光荣的历史，但是当你老旧设备，就像我们讲说，我们政府希望我们会换这个冷气机一样嘛，对吧？冷气机新的比较省电嘛，是一模一样的概念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就是说美国。当你竞争不过的时候，他一开头就来查你是不是有这个倾销，然后再来就记起这种条款啦、关税啦这些东西。那这个很明显就看得出，美国现在钢铁工业是竞争不过新兴国家。可是我们亚洲，我们刚刚也看到，前面也提到，真正的对美国最大的3个出口，有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甚至是巴西都是大宗，所以并不是。好，他讲的主要对手的中国，那你今天寄出这样的一个从25%变50%的关税，我还是要强调一次，川普这个人真的很奇怪，从来不对他的友邦或者这个盟友啊稍微客气一点，他是完全不歧视，就是当我对敌人做什么，我对我的好朋友也一样做。那我觉得你就是把你的朋友慢慢赶到对岸去啊。赶到对岸的阵营，那我也不觉得说这个会帮助美国，因为美国还是也需要国外进口的钢铁。那你美国自己的钢铁如果说那么贵，就抬高了美国自己所有产业的成本嘛。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要去考量的。那我觉得稀土我也特别要去提一下，为什么很多国家汽车业会需要稀土啊？有一次我就问，我在美国一个家人，他的汽车啊。的那个排气管被偷了，排气管被偷啊，因为里头有稀土啊，就是这样也被偷。催化转换，其实他们就有一阵子就是前2年吧，2、3年前，就是美国人会去偷那个排气管后面那个，因为那个里头可以把它找出一些稀土的东西，有些成分在里面，成分在里头。可是你就会去想到说，哇，这样也可以偷，这个连这个都可以偷，是就是你要去重新创，就是。你觉得那个他大概也不晓得能够得到多少钱，但表示说还是有利益可图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嘛。所以稀土今天回到刚才前面一开头讲，你今天如果在美国不生产了，别的国家愿意污染来帮你生产，结果你还指控别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别人帮你牺牲，然后拿到了这个那个你拿到好处，应该就像。德国一样嘛，过去德国说我不搞核电，靠法国的核电，那你应该对法国要客气一点，因为友善一点嘛，友善一点，同样的情况嘛。那你今天需要这个稀土，但是你又不愿意污染，别人帮你污染了，结果你还在这边说三道四，所以难怪川普我觉得真的变成一个塔狗，他必须有的时候要被软化一下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就在美国把盟友不断往外推的同时，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免签拉拢盟友来抗美那包括了拓及到了拉美地区中国大陆呢，在6月1号开始呢，对巴西等5国试行单方面的免签。那除了包括像是巴西阿根廷、智利，甚至秘鲁、乌拉圭这些5个国家来实施免签的政策，那这也是中国大陆呢免签政策首次拓及到拉美以及加勒比地区的国家。那目前呢，适用单方面免签附中的国家呢，已经拓展到了43个，包括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这些都实施了单方面的免签政策。那除了这个加勒比海跟这个拉美国家之外呢，海湾国家也被视为重中之重了，因为现在。中跟欧盟加海合会3方要加强供应链，那中方已经免签已经涵盖了这个海合各国，包括像沙国、阿曼、科威特、巴林等这些国家。那现在中国要号召东协跟海外国家的大市场来对抗美国彼此拉帮结派，大市场的方式来对抗美国的关税。那东协跟海湾国家呢，携手
跟中国携手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因为这些国家加起来人口20多亿啊，占世界的 GDP 来到了30%。那如果以这个购买力评价来算的话，这些国家的 GDP 成长占世界的 GDP 成长来到55%，已经超过一半了，所以非常有潜力。那联合的声明中同意说发展自由贸易，绕过美元，一带一路来建设等等。所以现在也变成说，最大的经济体俨然已经成型了。那美团的这个小巷超市呢，这个出海沙烏地阿拉伯呢，现在也即时零售战火现在蔓延中东因为这个小巷超市呢，现在也是继这个外卖平台呢，在这个沙国上线3个月。那美国旗下的这些前置的一些仓务作业啊，小巷超市现在也启动出海计划，同样选择沙国市场所以大家开始把市场转移出去了。那自己在看非洲的部分现在呢，非洲也亮相中国企业的那个汽车博览会，中国汽车企业在第26届的非洲汽车博览会上呢，引起了强烈兴趣因为这个博览会呢，在礼拜3跟礼拜5在举行的时候呢，已经吸引来自30多个国家100多家的参展商甚至呢有包括肯亚的这些汽车零件的经销商说，中国的制造商已经成为他们公司创新产品的可靠来源。那另外一部分来看到，现在随着美国的军事实力下降中国在非洲要复制美国的军事模式，现在呢包括了中国已经大幅的扩大，包括在这个坦桑尼亚以及吉布地以及中非共和国等国的影响力，要帮忙做这个军事学校的培训，还有越来越多的非洲军官。那如果华盛顿呢在缩减非洲大陆的军事存在的话呢，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华盛顿的处境尤其是各国越来越倾向北京跟莫斯科的情况之下了。那川普的国内经济呢，这才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是未爆弹倒数计时了。现在大而美的法案使美国的这个税成为武器，899的条款引发了华尔街的担忧，因为这个条款呢挑战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开放性。那透过了特定的外国投资课征的这些额外的税金来促成美国的经济目的，打击那些对美企业让不公平的这些税负国家。可是巴克莱银行呢的欧洲股票的这些主管表示说，对于在美国营运的欧洲企业来说，这个法案呢构成潜在威胁，而且可能会引发资本外流，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那美债现在是不是也没救了？小摩 CEO 示警说有个原因会导致这个债市崩溃，什么原因呢？他预测说，除非美国采取的措施能够解决不断上升的政策债务，否则将会出现危机。另一个呢，就是悲观的原因是美国正在审查川普大而美的税改法案所以危机一波接着一波。那现在呢，债券拍卖表明这个川普经济的纸牌屋很快就会倒塌了，因为美元的不稳定性跟国债市场的崩溃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声誉，它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危机这才是最担忧的地方。那经济学人也点出说，美国金融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指向私募基金包括这几间的这些公司的资产已经是累积到了2.6兆的美元资产，几乎是10年前的5倍了。那在此时间呢，大型银行的负资产成长50%，来到了14兆美元。可是像川普旁边是不是少了一个说真话的人？大家也想问，因为鲍尔才刚见完川普之后呢，花絮隔天开火了，联准会影子主席批说 Fed 不是被宠坏的王子。说那联准会的官员不该是被宠坏的王子，那联准会上兆美元的负债表呢，助长政府挥霍。那另外一个大家要看的是这个川马情产生另外迹象，川普想策亲近马斯克的 NASA 署长人选，那包括了像这个艾萨克曼他这个川普呢撤回艾萨克曼担任 NASA 署长的人事案，会在近期公布新的人事人选。那原本的人选呢是艾萨克曼，是马斯克的好友。那据传呢，马斯克对艾萨克曼的这个提名被去除呢，相当不满，认为是政治性的打压。所以像那些川普旁边能够讲真话的人，他的好友通通都被排除在外吗？先请教彬哥怎么看呢？其实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几年中国大陆对自己的自信心是越来越强，是，所以他现在推行一连串的就是单方面免签，还欢迎世界各国来到中国大陆去玩、去经商、去旅游都很好。所以这表示他对自己越来越自信，而且他也采取越来越开放的态度。所以你相较美国，就刚好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状况。美国这边是越来越封闭，对，那中国大陆是越来越开放。那如果双方这样反其道而行下去之后，
那是不是也更代表着美国的霸权即将日落西山？因为照理来说，一个世界级的霸权，它应该是采取更开放的态度啊，没错，他也不在乎别的国家跟他竞争了。结果现在你会发觉，最害怕竞争那个就是美国，所以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世界的大势就在往这个方向去走。那中国大陆现在为了就是避免被美国不断的冲击，所以他也是积极在开拓其他的市场，包括东协，包括中东。他其实本来跟他们就已经有很好的联系，那现在在这个机会上更加强这个联系，而且对这些国家来说，因为川普开的是地图炮，也就是川普是对全世界展开攻击，无差别攻击。对，所以大家都很担心美国这个市场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所以在此同时，他们当然要想尽办法抓紧世界第2大市场，就是中国。是，所以我觉得美国正在促成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也就是让美国的盟友，甚至世界上其他的地方跟中国大陆产生更紧密的连结，因为美国现在变成一个不确定的定时炸弹。所以我觉得川普的自己的策略的失误，可能会他想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可是实际上他可能加速美国的沉沦。我觉得这才是现在最严重的一个事情。那问题，川普还在恶搞，就在搞什么大而美法案啊，然后在推行这个推行那个。我觉得他在推这些法案的时候，完全都没有去顾及，这样会不会造成整个经济大崩溃？是，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如果川普持续这样恶搞下去，搞不好整个世界就被美国硬拖进经济大萧条。那请问一下，产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川普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可是川普看起来好像还沉迷在能够自己炒股票赚钱就好那种状况，只顾自己了。对，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美国为什么可以允许一个总统带头炒股票，然后带头图利自己，然后完全不管全国人民的死活？我真的觉得这是匪夷所思。虽然他口口声声是说他要照顾全体民众，可是他照顾的几乎全部都是富人，对，反而真正需要帮助的一般的民众没有被他照顾到，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以川普这种个性，他身边人本来就留不久。我们从川普1.0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他上任1年之内，就一大堆人就走掉，不是被他赶走，就是受不了他自己挂冠求去。川普的个性就是如此，所以在他身边能够留下来的人是少之又少。那马斯克其实我觉得他走的还算慢的。讲实在话，他如果早一点走的话，特斯拉今天不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对啊。现在特斯拉的状况其实非常糟糕。那马斯克走了，其他的人我觉得陆陆续续也会走。现在就算川普身边的红人，未来能够留下来的也未必有几个，因为川普自己本身就是个出尔反尔的人。好，请教厉将军怎么看呢？我们先看这个中国对非洲的影响有多大，尤其是在军事方面。是，我想如果各位观众如果说曾经看过的话，你会发现，包括这个非洲他们军队的阅兵，他们阅兵分列式用的口令都是国语。这个正步走，然后向右看，都中文哦，讲中文。他步伐这个方式不但是一样，甚至于连这个下达的口令都是用中文在下达，已经不是在喊耶色的这种了。不是，就也不是他们地方的方言或者是他们的讲中文母语，对，他都用中文在下达口令。但各位如果说有机会看到，包括刚果啊、萨比尼亚这些国家，可见呢，中国军事上面对非洲的影响已经深入到骨子里面去了。当美国美国川普这时候提出这个大而美的所谓这个法案来讲的话，简单来讲就3件事。第一个就是减税他原来选前答应的，包括一些这个小费税啦或加班的这些费用来讲，他要免税，答应这些老百姓。那第二个就是增加各国的关税是第三个他就是要把制造业拉回美国去。但制造业拉回美国，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行了。川普自己有讲，他就不再做这个 T 恤，不再做鞋子、袜子可见他也认清楚这件事情，要把制造业拉回美国。那现在来讲，他这个大而美的法案不是川普自己一脑门子热在里面搞这个，现在包括到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戴蒙都提出严肃的警告，说你这个减税法案下去以后，你这个大而美法案下去以后，会不会造成美国债市的崩盘那美国这个华尔街的大佬也都纷纷提出来示警。那你要知道，其实以前我们来讲的话，大概有两个东西是一般是认为是最保值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美债嘛，对，第二个就是黄金嘛。其实美债
比股市还严重，知道为什么？因为美债去买的人，第一个都是一些这个大型的银行或企业界或者是国家才会去买美债，要不然就是什么一般平民会去买美国国债的，大家都是像我们这种退休的老人，这个为了生活来讲会去买美债，因为他觉得说是比较保守，这个虽然说是收益率不高，利息不高，可是好歹它这个比较稳当，所以一般来讲都是这种企业在买，或者这种老百姓在买。那当你美国国债如果说是债券突然崩跌来讲的话，那你想想看有多大？那绝对比股市的崩盘影响还要再大。那现在来讲的话，你美国现在我们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他们也提出警告了，说美国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大法案，这个大而美的法案通过之后，你现在信用美元的这个信用已经被从3A 已经降平了嘛，那紧接下来如果说通过的话，你这个预算赤字，就是每年编的这个预算赤字，占它 GDP 现在已经是6.4%了，就是说我每年国家赚的钱，我编的预算还比较多，还多了6.48%。那如果说按照这个法案推行下去的时候，到2035年他们推估到2035年，就是你国家的 GDP 一年总收入的钱，那你编的预算赤字会多到9%，哇，那你看看多严重，就永远债上滚债。那未来来讲的话，我相信这现在已经是29兆美元的国债了。那在未来如果这个法案实施下去之后，我看美国的国债一定是崩盘，美元大家也就不再信任这个美元。那对美国来讲，事实上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大灾难。是，好，请教严老师怎么看呢？我觉得如果看那个大陆对很多国家开放这些免签对，让各国的观光客能够进去，以他现在的这些景点的这种观光的水准，大概是可以，但是人数我就不晓得能不能够承受多少。但是大陆有一个大数据的算法，它一定就可能像日本的富士山一样，就是会有算出来了，就是你到底能够承担多少。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大陆的景点事实上比美国多的美国真的，我如果说天然景点各种东西，那它的整个我们就说 infrastructure， 这个你说这个基础建设大概也都够啊。那慢慢的我们也看到这些航空公司飞进去的飞机，这些我觉得都可以承受。那未来如果说就是有人去了以后，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部分，就是大家习惯觉得哇还蛮方便，然后呢去一次以后，慢慢开始觉得我可能也要用这个滴滴打车，我可能要用这个各种的这种大陆的软体来买东西的时候，那这个影响就很大了，是因为看过之后使用之后，再把这些想法带回他们的国家，那美国就变完全抛在脑后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不是说你今天你把人家排拒在外，对方在那边开放的时候，你一定会输。但是因为对方今天如果说是非常非常落后，那也没有人会要去嘛。对但是现在它是有吸引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川普这个人这个没有去思考美国的长久利益那另外当然就是我自己做非洲研究，因为我们也就是最近大家都在看，就是自从这个非洲发生了几个军事革命之后，把军事政变之后，把法国人把美国人慢慢赶出去，就已经是这个叫俄罗斯的这个我们讲说过去讲瓦格纳集团也好，或者是大陆在非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同样你面对的就是过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这个萨赫尔地区有很多的恐怖分子极端分子，那法国跟当地政府还去合作，但也没什么成效。那我也不觉得说今天这个中国大陆或者俄罗斯会帮助他们去消灭一些，当然是会维持当地政局的稳定。但是如果今天这些激进的恐怖分子他们得到喘息之后，会不会未来又成为对美国或者对欧洲的一个威胁？我觉得美国今天对川普来讲，我一走了之没问题，可是未来敌人就在你面前了，就像当年这个美国的这些军事这个安全专家就讲，如果你不在中美洲挡住这个所谓的这个左派势力，可能下一个你就要在墨西哥边界在德州的边界来对付他们。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把非洲看得这么远因为这些威胁是会对美国跟欧洲会是相当直接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
首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美中大战战到哪里？好，战到说呢，有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后，你可以看到，first stage 会到哪里了哦？因为呢，现在中方还是没有松口那个稀土要让它给出口嘛，所以呢，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其实受创很深。据说啦，包括通用啊、Toyota 啊、福斯，还有现代都已经致函给美国政府了，拜托啦，你动一下好吗？采取一些行动好吗？变速器、感应器这一些里面都要用到稀土的磁铁，好，这些东西呢，你都没有办法稳定供应了，那几个星期之后，可能就会冲击到产业链喽。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川普的讲法，因为呢，就有记者问到他说：“其实啦，你像特斯拉因为想说他的好朋友嘛，那这一次呢，就会受到一些进口汽车零件关税打击。”川普怎么讲？川普说：“我相信他们最终都会回来美国，完成整辆车，所有制造商通通在美国制造零件。换句话说，就是我没有要松口，我也没有要动，大家来看谁跟的比较久。目前呢，他们再一次的想要扩大对中的制裁名单，这里面呢说，只要中方的企业持股超过50%的，我通通都要纳进来。好，他在挡的是什么？一个概念。就他挡的是说，母公司已经被制裁，被列入黑名单了。那如果我再有子公司去帮忙承接这个业务，然后呢，50%以上其实还是中资，那他就觉得这样子不是杀不完吗？所以他现在就直接讲了，50%以上的我通通都要纳入，不要像打地鼠一样防不胜防。白宫现在呢，甚至还在讲说要促使新型的中国无人机在美国禁止销售。换句话说，那现在的大疆无人机，还有譬如说啦，道通智能，会不会构成国家的安全风险？先前其实已经有过一波啊，那个时候不是有很多农业州的人出来吗？消防单位的人出来，现在看起来川普他会做的更加决绝。而目前中方如何回应？中方回应的呢，现在晶片的这一块。说美国滥用晶片的出口管制，原因是因为他现在很直接的点名华为相关嘛，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违反关税协议。另一个部分呢，则说了，大家在问，如果美国真的停止供应 EDA， 也就是呢，他们在这个制作晶片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软体，真的完全不给中方用的话，中方扛得住吗？其实2018年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有过一次了。那现在呢？中方已经从那一次的经验当中脱胎换骨，所以他们在14.5当中呢，就已经有把它列入一个卡脖子清单。现在啦，基本上就已经强化扶植国产，也就是说呢，他们不是在资源上面挹注而已，他们实际的行动上面要求行业必须要成长。那现在下一轮的是 AI 嘛？他们说被妥了2.1兆的银弹，5000亿的人民币，要好好的来拉动 AI。华为传出来，在晶片这一块呢，3奈米最快2026就可以量产。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表示明年中国的晶片突围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辉达讲得很直接，黄仁勋坦言了，说华为的晶片现在性能呢已经逼近辉达的 H200。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就表示它原本的这个市场真的 key 料料都被华为差不多的要拿走了吗？美国贸易代表真的那么样的强势吗？也许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务实的那一面，包括今天看到的是他们打算要延长301条款关税的部分豁免，5月31号本来是昨天要到期，现在再延3个月到8月31号，但是真的会松手吗？没人知道，因为现在川普的态度好像有的时候松，有的时候紧。比如说哈佛这件事情，本来讲的很决绝绝对不给他们进来，绝对要把中国这一些的学生有问题的学生赶出去。现在又讲了，没有啦，我不会针对中国留美的学生，你们不会有事的。我们针对的是个别学生，但JD Vance 不是这样讲啊，他讲的是美国不需要依赖外国人才，我们也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哈佛、自己的高教体系，发展本土人才。哈佛大学的老师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校长顶住了，哈佛这个宪法学老师叫做特里布，讲法是说呢，其实现在的川普政府都在制造一种恐慌的氛围，要大家不要害怕，川普只是纸老虎。你会问为什么专拿哈佛出气？好，除了今天讲呢，他们可能反犹之外，另一个讲法是说，因为
习近平的女儿叫习明泽，先前呢说就是在哈佛这边念书的，解放军甚至来到这边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所以现在川普的盟友跳出来了，说，这件事情怎么能够被允许呢？习近平现在则是在《求是》的杂志上面发文，强调教育对科技还有人才的支撑作用。换句话说，当美方强调他的人才要是本土人才，其他的世界各地的精英人才可以去哪？是不是表示中方这边有兴趣要来吸收、要来教育这些人才呢？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原因是因为呢，中国现在就是限制稀土的出口。很多人讲啦，汽车业，美国汽车业可能扛不住，也许再几个星期就面临停产。我现在所有的讯息都不乐观啦。日本也跟美国表示，如果汽车还有那个引擎零件关税不能彻底解决，对，那他不会跟美国签协议。因为日本最近又见了一次嘛。是。那欧盟因为川普前天突然说钢铝税要增加到50%，那引起欧盟蛮大的愤怒啊。所以现在欧盟也不乐观因为我觉得川普真的是变来变去了。比如说这个稀土就牵涉到你对那一天暂缓90天日内瓦协议你的认知啊。中国大陆就不认为它有要开放管制开放稀土啊，那美国就一直认为有。那没有错，它有一条啦，说什么项目之外的全部。那中国大陆后来有特别针对那一条做解释嘛？那确实，美国有很多行业目前就是因为稀土被管制，所以陷入了困境啊。那川普也写了一个贴文，就直接骂这件事。所以你看到美国最近有很多动作了，是比如说包括跟全世界说不可以买华为的晶片，对，5奈米的然后 EDA 不可以卖给中国，连猪都不行，然后还扬言要制裁 C919的飞机引擎嘛，对不对？然后又加上这个对哈佛学生的制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美国最近动作蛮多的，各面向，所以我觉得一定会让中美谈判的氛围变差。实际上，我是怀疑贝森特自从那一天签完日内瓦那个协议之后，根本就没有一件谈判是顺的了。他在那边瞎说啦，说有啦，我们有谈啦，可是最终可能需要川普跟习近平打个电话，对不对？我跟你讲，这种事习近平会接电话，我才不相信。对于这种贸易的谈判细节，你了不起就跟何立峰、王文涛就差不多了，这个还要扯到习近平，那你如果要跟习近平扯稀土要开放，那习近平一定会跟你讲啊，那你科技管制也要解除啊，对啊，他一定会跟你这样讲的嘛，那不是又卡住？美国怎么可能开放半导体的制裁？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稀土我看也会卡住，所以如果就这个角度看。因为他们本来大概估计6月10号要见面嘛，对，快到了第2轮的，今天已经6月1号了嘛，所以你看最重要的几个都不顺，就是中国、日本、欧盟那我也不认为这个哈佛大学这件事不重要了，因为那个人是美国人嘛，又没你的事。据我了解，中国的学生他们都是采悲观态度了。他们基本上很多就是决定不要去，因为太危险了啦。你如果去了拿不到 I-20， 你怎么办？或者你拿到 I-20， 那去了1年就没了，你怎么办那习明泽这件事目前已经有很多美国的媒体说，2015年习明泽应该就回去了。那个时候 New Yorker 有做过报道，因为他大概是2014毕业的嘛。那2015他就回去了他是念哈佛心理系了，没有错可是他不太可能留在美国啦，因为你去想，川普第一任
是2016到2020，为什么都没有他女儿的文章？那个时候应该要大炒作，不是吗？那要扣押孟晚舟，那扣押习明哲不是更好？所以我认为这是假新闻啊。OK， 事实上，美国因为这个 rumor 本来就是个网红，讲话都是虚虚实实的啦啊。如果习明哲人在马赛诸塞州，我难以想象会没有照片，这不太可能啊。那边华人蛮多的，而且美国媒体这么发达，华人的网红这么多，不会去偷拍你，我才不相信呢。可是到现在我们都没有看过照片。好，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美中之间？哈，原因是因为请教一下姚老师，现在呢，其实双方都是卡着他的脖子前进，你卡我，我就卡你，那现在就看谁撑得比较久。稀土现在中国大陆很清楚，把它视为一个管制的重要战略物资，也是一个筹码，谈判的筹码，还有呢反制的筹码。其实如果你没有反制我，我对你稀土的出口其实是不一定会管制的。但因为现在美国在做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而且现在进入到贸易战2.0、科技战2.0。最近昨天现在要可能对输往中国的乙烷是石化工业所用的。美国的乙烷的出口每年1半前往中国大陆。大概中国大陆来自于尤其墨西哥湾呢、这边出产的乙烷，那每天是23万桶每天。那当然你美国不卖，它可以去移转。过去这几年，乙烷某种程度被中国视为一个平衡中美贸易的一个进口的采购，结果你现在把它作为一个管制的橡皮，就你卡到的是你自己1半的出口，那中国可以到别的市场上的别的去买，当然市场会受波动，那可能呢也会必须要做一个移转。我是觉得现在中美之间呢，尤其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贸易战2.0、科技战2.0，已经有一点走到了死胡同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在大陆把这个川普叫川建国嘛，而且真的认为他就是川建国哦。你对哈佛这样子一个作为，因为哈佛代表的是全球，就是大家这种国际合作、精英交流，然后到最重要的学术殿堂去做相互的学习、相互的这个最重要的顶尖的科技做学习。那个蒋玉龙的演讲在哈佛的甘乃迪学院不就很清楚吗？哈佛就刻意找他来，你知道他的背景，他的父亲是中国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是专门在做国际开发、国际合作的，是对中国跟国际开发合作有很大的贡献，在联合国体制当中。然后呢，他从小在美国念高中，然后呢杜克念大学，到了哈佛念国际发展，这走他父亲的路。结果呢，这就代表了什么？中美之间其实是可以合作的，人类之间是可以相互合作，在全球化、在国际合作的这个框架之下。但是从川普上来之后，美国的民粹就把中国视为他的挑战，所以不断的就针对他。你讲妖魔化也好，你讲是现实主义的观点也好，然后呢就开始贸易战、这个科技战。可是搞到后面，你管制的他现在突破卡脖子，他反而是你逼使跟促使他用举国体制政策发展协助下去。那以中国的人口、智慧、教育、制造、市场、国际地位，你没有管制的他都大发，新三样，你管制的现在只剩下几个 EDA 先进半导体的制程这些东西，那它的突破现在已经都看到一项一项，华为都开始在发展，你还觉得你可以管制得了它吗？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中美的贸易战、科技战的这种竞争跟对抗啊，不用多久，我觉得3年后、5年后你回过来看，美国是输的，其实已经快要输了，而川普呢就是那个始作俑者，而拜登上来呢不敢去改这个民粹，他的竞选人说我要废掉，上来之后呢就持续，所以这样这个整个发展，我们看了一个大的方向啊，就很清楚，
只不过是现在我们看到，川普还有3年半，接下来中美竞争可能还有的拖的。是，来请教一下左老师怎么看？好，当然现在大家比较注意的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自动化的软体，半导体生产的这种自动化软体EDA， 它现在这是新一波的禁令嘛？那现在这个当然就是说，大陆在这个前一波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国产化的努力。不过到目前为止，这3家这个美国的公司，新思、易华跟明导这3家仍然占大陆市场的70%。所以其实这个冲击短期上冲击是非常大的。那这个软体部分可能会是美国对中国大陆半导体新一波，我认为会带来是最大冲击的一个管制行动。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这种所谓的 EDA 啊，就是电子设备电子设计的这个自动化的这种软件，电子设计自动化的软体哈，它主要的大公司都是美国公司，所以美国其实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要去严格执行它的出口管制，对中国大陆会有很大的影响。但这一波其实不是只有这个 EDA， 还有什么？还有化学制品，就是对于这个半导体制造的化学制品。那这个其实在半导体制造化学制品比较主要大的这个制造商是日本商，比如像是信越化学。但是这个部分呢，第一个，因为美国当然会去这个要求日本配合，但是它隔了一手，效果可能不会有它自己管制那么有效。第二个，其实中国大陆这几年已经开始在发展它自己的这种半导体的化学制品啊，比如像在这个珠海的基石科技。那有人认为说，深圳的这个所谓的新凯来也是算是，因为这2家都是国资委投资嘛，都被认为已经有相当规模啊，有可能可以去填补上这个。如果美国真的断供它的这个化学制品的话，可以填补它自己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的这个化学制品的需要。可是呢，反过来说，这样子的一个出口禁令对美国也会有很大的打击。为什么呢？因为像这个以化学制品来说，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这个需求地就是台湾，第2大的需求地就是中国大陆，第3是韩国。那所以说，如果你砍掉了中国大陆这一块需求的话，其实对美国厂商也是会有很大的冲击。同样的，在这个 EDA 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这种出口禁令一定是两败俱伤。那它就因为两败俱伤的关系，所以它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所谓有人想要绕道而行了，想要换一个方式，从不同的管道进中国大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像这个 NVIDIA 辉达会不断的去倡议说，其实你这种管制最后其实伤害了美国的利益。比如像黄仁勋，他讲了一个概念，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参考的。他怎么说？他说啊，你看你要让这个中国大陆自己去发展它的晶片，还对美国比较好，还是说你让它所有的 AI 的产品呢，都要跑在美国制造的这个硬体上面？那这个是不是让美国更能够掌握中国大陆它的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对美国来说，又可以赚钱，又可以控制。你听他这样讲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但现在可能看起来，我认为这一波主要的不是从经济上的考量，是从谈判上的考量，因为卡在这个所谓的出口管制的这个部分没有办法解套啊，那大陆的这方面的这个放手的这个速度可能没有达到当初这个谈判的时候的预期，所以等于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施加压力。其实呢，我们现在在看到美中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叫做川普，原因是因为川普今天讲的跟明天讲的可能会不一样。那川普喜欢什么呢？喜欢金，golden， 来。就喜欢奢豪金，现在呢说在白宫都快变金宫了，原因是因为里面有金卡、金琼、金钥匙，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金的，因为他就喜欢添金嘛。桌上有金色指针，上面还雕了一个 Trump， 这样子呢，我最惊讶的是他连那个电视遥控器都孔金没啦，这个真的是很不得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想想看，这样的川普，然后你把它比作李光耀。
新加坡人炸锅了。这个是美国的防长 Hexas， 他现在正在新加坡嘛，那进行这个商会。香格里拉论坛在新加坡举办，虽然说是英国这边的智库来办的，可是他是怎么样形容川普的？他说川普和李光耀这2位呢都是历史性的人物，把他们2个放在一起，新加坡人炸掉了，说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另一个叫歇斯底里，还说了川普比作李光耀就跟泡面还有精致餐饮，你说它是一样的，这样的说法是没2样的，你就可以知道新加坡人有多生气了。其实川普现在呢，他想做的是什么？是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他认为一直有1个绊脚石绊着他，那叫做 Fed， 也就是呢，现在联准会有没有办法真的降息？其实他认为会影响到他整个大盘策略。目前呢，下一任的热门人选是谁？这个人呢叫做华许。他就讲了，总统本就应当有权批评央行，央行官员不应该公主病，不要那么怕被骂啊。其实呢，现在川普的政策让大家最在意的是什么？因为联准会他没有办法来左右他嘛，可是他可以制定的是他的政策，但他现在那个大而美的那个政策呢，其实有可能会增加债务的负担，而美元指数也因为这样面临了贬值的压力。就在这个时候，大家想问了，其实他在选举的时候不是告诉大家，面对财政他呢就要缩减开支，那个时候呢才找了马斯克来帮忙嘛。那现在马斯克确定已经退出了，可是呢却好像开始有很多负面讯息出来，包括了纽时说他在选举的时候有服用大量的 K 他命，那他的讲法是胡说八道，根本就没这件事情。也有人开始来审视，如果他真的像他讲的那么厉害，有办法一口气砍掉2兆美元的支出的话，那请问他现在退出砍了多少？结果啊，现在去好好的来对比一下，发现只砍了大概0.5%，也就是190亿美元，相差2兆，那真的是大屋跟小屋之间。那马斯克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样的不受信任？也有人问到，有可能是忠诚度的问题。好，包括他的好朋友本来说要去 NASA 当署长的，当时呢他还捐了6000万给川普，说让他能够就职。结果现在呢被发现说他不是只捐给川普，也捐给民主党的人，所以被认为不够忠诚吗？现在马斯克走了，人走茶凉，他也直接被赶出门，没有办法再去 NASA 当署长了。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川普现在的一些做法，好，跟先前他刚上任或是选举时候的讲法可能又不太一样。目前他要推的是这个叫大而美的法案，之后会让税法变成武器吗？里面有一条叫做899条款，这个条款是要干什么用的？世界各国都很在意，原因是因为这个条款允许美国对外国的政府或者是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加重税负。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对我这边有相对的课税的话，那我也可以对你课税。一开始呢，从 5% 开始，慢慢的最高我可以加到20%。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就让全球的资本反而不想进去了？这个就被认为是不是下一波在打资本战？摩根大通的执行长讲得很直接，说其实美国最大的威胁是内部敌人呐，也就是我们自己管理不善才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不是联邦而已，是到州政府、到市政府、到退休金制度这一类事情才是打击我们，不要一直往外去找敌人。目前呢，川普下一步要做的有可能就是钢铝税翻倍。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欧盟已经讲了，我们其实先前已经有开会通过，7月我们会进行反制。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德国，也就是呢，他们要对美国的科技巨头课征10%的数位税。好，这个数位税呢，就会让美国之后这个899条款参议院如果真的过了的话，就会对德国这边也要来课相关的税务。那德国的总理呢，梅尔兹在上任之后，5号即将要访问美国，大家就在问，你看到前面那些，比如说啦，乌克兰泽伦斯基啊，比如说南非总理去那边都被人家塞饼，你会不会担心？他说我不会服用镇定剂，我是觉得还好啦，但是我确实会跟他谈论，包括了俄乌战的问题，包括了贸易的问题。只是这一谈要怎么谈呢？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好，这个是川普，现在呢什么都用金的，结果呢 Hexas 把它比喻跟这个李光耀放在一起，新加坡人就炸掉了。
其实 Hexas 本人也没有人尊重他啦，他就在气中国派的级别很低嘛，所以他才会在那边讲一大堆话嘛，不是吗？所谓全力保护台湾呐，那全力保护台湾，欠台湾的武器赶快给啊！你全力要保护台湾，所以一定会捍卫盟友的安全。结果韩国在撤军，冲绳也在撤军。我这样 Hex 讲话就跟放屁一样啊 ，Nobody care。我讲白了就是这样。中国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去啊。我有什么话我跟你讲？我觉得很多都是川普把自己给做贱了啦，自残呐。那你身边都是马屁精来恭维你嘛？那事实上，美国有识之士，包括商界、学术界，没有一个人认为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啊。那可是很不幸啊，就是我们看到司法也走不通啊。那个联邦国际贸易法院，那上诉法院就驳回了嘛，对不对？那国会也走不通，因为川普一定会用否决权嘛。所以到最后只有一招可以让你真的改变嘛，就撞墙啊。这个就是世界的灾难啊。可是真的我真的看不到有任何其他方法。比如说我估计手上有股票的朋友啊，你们最好小心一点啊。我认为中国这个不会有结果了。接下来欧盟、日本也都不会有明显的结果。那川普就又暴跳如雷啊，然后不知道又要发生什么事啊。他可能一下税率90天就不算了，立刻拉回来。不然你既然要暂缓90天，你怎么可以把钢铝税拉到58%呢？你自己就违反协议啊。所以跟这个人互动，根本讲的话都没有用的嘛。我甚至认为白纸黑字也没有用啦。对于这种人，只有一个是有用的啦。就是他自己撞到墙了，或者是共和党的人跟他说：“你这样我们都会落选了。”然后或者是金融市场又来了一次大跌，然后老百姓缺货又开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其他的招了，因为他如果连 WTO 都可以公然违背，那他什么事做不出来 ？WHO 他也要退出啊。对啊，对不对？那我还看到他任命的那个卫生部长，现在还在那边大放厥词，反正他都认为他讲的是对的啦。他不相信任何疫苗嘛。那还要针对几家美国比较大的生医的公司要处罚啊。我觉得这个政府已经整个乱掉了啦。就乱无章法，都凭川普一时之间任性的想法跟发言，你这样别的国家为什么跟你有什么样的互动呢？我觉得很难啊。是，所以想要请教一下杨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现在呢，大家就想问他到底下一步会是什么？那包括啦，现在呢，他很在意忠诚嘛，马斯克也走了，才发现说，其实好像也是虚晃一招。到底这整个川普内阁完真玩假？川普内阁就叫做弄臣内阁。都是马屁精。对，而且这个后面换上来更加的要比前面表现要突出，要更马屁。我记得很清楚哦，1996年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那个时候叫 Samuel Huntington， 就杭廷顿，就讲那个文明的冲突。他预测冷战结束了，接下来这个世界不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冲突竞争，而是文明跟文明。他认为西方文明主要就是对抗儒教和中东的穆斯林文明。那他这1996年在台北，他开了一个会，我在下面，他就预言新加坡在李光耀过去之后将会瓦解崩溃。底下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美国人、西方人对于儒教、儒家，从日本、韩国到释小龙到中国，是满怀的戒心。因为一方面是人口、智慧、教育，另外一方面呢是东西之间的这种变动。你就看那这个时候，你看当这个 Hex 美国的国防部长到香格里拉的时候呢，
去拿李光耀跟川普，哇，这个哇刚好我们来比一下好了，因为其实美国人是很不喜欢新加坡的。那个时候吴作栋到哈佛大学领那个荣誉博士的时候，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有一半是背对过来反对他的，哦，结果现在拿川普来就跟李光耀比，你是在抬高谁啊？哦，基本上李光耀是一个政治精英，川普是什么？房地产商，还6次破产，然后走向政治，民粹，哦，然后呢反制。他真的反制因为他现在所有的关税政策是1987年他就这么认定的。现在我们看到他当时登的广告，他当时做的这个演讲的画面都出来了，跟现在讲的关税政策、全球对等关税一模一样。所以他1987年就这么有智慧，就显然他完全反制嘛。那你看到李光耀呢，在新加坡治理是。现在 GDP 人均 GDP 比美国还高啊，智慧理性，你知道新加坡的总理的薪水是多少？160万美金，很想当总理哈。但是呢，这就是养廉嘛，然后呢，培养你真正优秀的人带领国家，而且采取了一个叫做发展国家的政策，不是像美国那种绝对的对立、两极化的贫富差距。难以想象，美国就是金权政治，我们叫 plutocracy， 完全的金权政治。川普是金权政治最极致的，以前他们还遮遮掩掩呐，还说啊这个是民主的，这个是为了这个道德，为了人权，现在一切都是金权政治。那新加坡呢是一个智慧的治理，所以你现在比较新加坡跟美国，我就觉得今系何系哈。1996年的时候说李光耀过去的时候，新加坡会瓦解。现在看到美国的这种混乱，让人真的不胜唏嘘啊。请教一下左老师。好，我觉得马斯克当然是非常有戏了啊。不过我觉得再往下看啊，这个 NASA 新的这个被提名者撤回了，我觉得这个举动很有意思。当然很多人会认为说，这是不是表示？川普跟马斯克彻底闹翻了。我倒觉得川普跟马斯克其实没有完全闹翻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马斯克跟川普的合作对马斯克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包括他的这个 SpaceX 跟这个 NASA 的合作，包括因着川普对这个南非总统的这个突袭啊，这个南非政府居然核准了马斯克在南非的这个就是 SpaceLink， 这 Starlink 在南非的这个经营啊，所以。这里头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没有完全闹翻。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目前讲的这个叫做艾塞克曼要撤回呢？主要其实2个啦。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艾塞克曼呢，可以说就是说，第一个艾塞克曼是他本身是过去有投资到 SpaceX 啊，所以他认为说，那这是会有利益冲突的问题。事实上，本来过几天就要投票了，结果临时撤回来。所以当然就大家很意外，所以我觉得一个放在台面上理由就是他的这个所谓会不会有这个所谓不当利益的问题。第二，不当利益不是就是所谓这个利益冲突的问题。第二个当然还是涉及到川普现在他的周围啊，包括像卢默啊或者这个班农啊这些不在他那个团队，但是在 Mega 群众里头有很大影响力的人，对马斯克这些人他很有意见啊，觉得他们这些人其实就是高大上的这些。富裕阶级跟我们这些普罗大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这个也使得他要调整一些。当然跟马斯克跟这个川普的一些冲突也有关系，比如像马斯克就挑战了所谓大而美嘛，大而美里头涉及到马斯克，主要是他里头针对所谓的你家里如果有安装过去啦，在拜登时代你家里有安装这个太阳能板的话，要减税啊。30%，现在说这个大而美是因为要减少政府开支啊，所以把这个也撤销了。那马斯克就是特斯拉，还有一个特斯拉能源，特斯拉集团有个特斯拉能源，那他们也是在推动这个装太阳能板啊，装各种替代能源，所以当然他们受害者，所以他们也跟这个川普也闹翻了嘛。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有一些他们政策上的这个冲突，有一些是他跟 MAGA 之间的这个冲突，当然还有一些是他实际上法规的问题。但整体来讲，其实你会发现到，在美国这个政治体系里头。第一个，有钱人说话真的很大声，因为这个艾萨克曼他在川普就职的时候捐了5000多万啊。当然现在但是如果他真的被撤回来，是川普把他撤回来，
当然也会对于那些过去支持他的这个富人，也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啊！哇，捐了你5000万，还是最后半途而废？因为艾萨克曼他是很有决心要推动这个所谓的太空计划的，他自己就到太空去了2次，有一次还在这个月球上还真的有走过，在这个太空上有漫步过哈，所以。后续到底怎么样？我觉得川普呢，没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